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人退休之後都仲係好注重面子，好睇重人哋嘅地位同埋金錢？我哋周圍都見到有啲退休人士會喺公園打下太極啦，同朋友行下山啦，亦都有真心嘅朋友可以傾下偈。但係有啲人呢，仍然係好熱衷搞飯局，見人就問你做咩工作㗎？揾幾多錢啊？仲不停炫耀識邊個識邊個。其實我哋退休之後都唔需要再為前途奔波啦，點解仲要咁計較呢？今日就想同大家傾下呢一個現象嘅背後心理，同埋點樣喺人生唔同嘅階段建立真正同埋有意義嘅關係。如果你都想晚年擁有真正嘅快樂，就要睇落去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V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傾一個我哋每個人都會面對嘅問題：點樣揀朋友，以及點樣分辨真朋友同埋利益關係。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俾人利用呢？或者發現所謂嘅朋友只係因為你擁有某一啲特質而同你交朋友呢？今日呢個話題可能會令你重新思考你身邊嘅人際關係。一個人嘅交友心態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。第一類人選擇朋友呢，主要係睇對方嘅合拍程度啦，同埋對方嘅人品。呢一類人呢，比較重視嘅係大家有冇共同興趣啦，價值觀係咪相近，相處嘅時候舒唔舒服啦？最重要嘅係對方係咪誠實可靠？而第二類人呢，佢哋選擇朋友主要就係睇利益價值，對方有冇錢啦，有冇社會地位啦，係咪有名氣啦？例如係咪明星啊，或者 YouTuber 咁啦？能唔能夠幫到自己？我有個朋友咧，喺3年前開始做 YouTuber 嘅，佢有一個話題咧，令到佢嘅訂閱突然間飆升到幾十萬。佢話俾我知，好多以前都冇打招呼嘅人咧，都走嚟同佢做朋友，而且咧就同佢傾合作。但係當佢面對困難嘅時候咧，呢班人就消失咗啦。點解會有人抱住呢種利益交友嘅心態呢？首先，呢啲可能係一種功利主義嘅思維，佢哋將友誼視為資源，將朋友視為一種可以幫自己上位嘅工具。第二，虛榮心作祟，有啲人覺得同有名、有錢嘅人做朋友呢，就可以提升自己嘅價值，等周圍嘅人就覺得自己好勁啊。第三，缺乏安全感，有啲人可能覺得結交有背景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幫助到自己，帶嚟一啲保障。第四，社交媒體嘅影響，我哋而家嘅生活係一個非常之重視表面嘅年代。IG 啊、Facebook 嘅靚相、炫富文化咧等等，都會令到人好睇重外表同地位。我哋每日去刷呢啲社交媒體嘅時候咧，不停見到啲名人啊、網紅啊，過住一啲好光鮮亮麗嘅生活，無形中咧就會令到我哋覺得結交呢啲圈子咧、結交呢啲人咧，先至係成功嘅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嘅經歷。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咧，我嘅圈子係非常之廣嘅。直到有一次我遇到困難，要停學半年，就喺嗰陣時咧，我就發現邊一啲人係真心對我㗎喇。我嗰陣時經常同我出去玩啊、去夜蒲嘅朋友咧，基本上都消失晒。反而係我之前覺得唔係幾熟啦，覺得佢好嚴肅啦，性格好踏實嘅呢個同學咧，就默默咁去幫我追翻嗰啲成績。
仲要時不時嚟問候我。呢個經歷令我明白到，真正嘅友誼唔係建立喺食得玩得嘅上面，而係喺你最低潮嘅時候，邊個仲願意默默咁支持你？咁我哋點樣去建立真正又有意義嘅友誼呢？第一，學識分辨，留意對方身邊有啲乜嘢人。所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二，真誠為本，做真實嘅自己，吸引同樣真誠嘅人。三，主動付出，真正嘅友誼係雙向嘅，我哋都要願意真心付出先得㗎。四，建立界限，明確去分清楚邊啲只係泛泛之交、酒肉朋友，邊一啲先係知己。五，時間測試，真正嘅友誼係經得起時間考驗嘅，唔會因為環境變化而改變。大家可以諗下，當我哋冇咗外在嘅嘢，例如工作啊、金錢啊、名氣，邊啲人仲會留喺我哋身邊呢？呢啲人先係真正值得你珍惜嘅朋友。有啲人退休之後都仍然保持以往用利益為主導嘅交友模式，呢個現象背後有幾個好複雜嘅因素嘅。第一，根深蒂固嘅習慣，如果佢用咗幾十年時間以利益角度交朋友，呢種思維模式已經變得根深蒂固，就算環境改變咗，佢唔再需要都好啦，都係好難去擺脫或者改變嘅。二，身份認同危機，有啲人退休之後就感覺到失去咗社會嘅地位同埋身份認同，所以就透過結交有地位嘅朋友嚟維持自己嘅重要。三，恐懼被遺忘，對一啲人嚟講退休就意味住社會嘅存在感下降，佢哋好驚俾社會遺忘，所以繼續攀附一啲有影響力嘅人。四，缺乏深層關係建立嘅能力。如果一個人長期都冇練習過建立真誠關係嘅能力去到退休年齡，佢都唔知點樣可以用真誠開放嘅態度同人相處㗎。五，社會風氣嘅影響，喺某啲睇重面子地位嘅社會文化裏面，就算退咗休都會繼續受到呢啲價值觀影響嘅。六，唔知仲有啲乜嘢可以追求啦。有啲人嘅一生都係習慣從外面去嘅成就去定義自己嘅，退休之後唔知點樣轉向追求內在嘅價值同埋真誠嘅關係。人際關係嘅模式往往係長年累月形成嘅。要改變呢啲深層次嘅習慣同埋思維模式，係需要好深刻嘅反省同埋刻意嘅轉變。而對於一啲人嚟講退休年齡先開始做就可能太遲啦，或者佢哋根本都唔識得用其他方法去交朋友。講返轉頭，我哋以前喺職場嘅環境，一定程度嘅策略性社交，或者講得白啲利益交友，係確實存在佢嘅實際價值嘅。建立人際網絡啦，尋求職業發展啦，甚至係互相提攜啦，呢一啲關係都需要唔一定係最深厚嘅友誼，但係確實有佢功能性嘅價值。但係當我哋退休之後，人生嘅優先次序同埋需求就會有根本性嘅轉變啦，情感連結就變得更加重要。退休之後冇咗工作壓力，我哋有更多時間去思考人生嘅真正意義。
呢個時候，真誠嘅情感表達比起功能性嘅關係更加滋養心靈。生活質素而唔係事業成就。退休之後唔再需要為咗上位而社交啦，反而係需要能夠一齊享受生活啦，分享經驗嘅朋友。健康支援系統，年紀大咗之後，我哋需要真正關心我哋，同埋願意喺有需要嘅時候伸出援手嘅朋友。心靈慰藉。退休之後呢，我哋會面對好多生活上嘅轉變，同埋可能嘅失落感。真誠嘅朋友、真誠嘅友誼，能夠提供我哋嘅心靈支持。生命意義嘅分享。人生到咗中年，到咗晚年，我哋更加需要有人可以一齊回顧人生啦，分享智慧，討論下生命嘅意義嘅朋友，而唔係只係表面社交、飲飲食食。退休之後冇咗職場嘅實用需求，我哋反而有機會更加真實咁做自己，揀選真正同我哋價值觀相符，能夠提供情感支持嘅朋友。我哋要記住，生命裏面唔係只係追求數量，更重要嘅係質量。寧願只有2-3個真心朋友，都好過一大堆只係為咗利益關係嘅所謂朋友。喺現今社會，我哋好容易被表面嘅嘢吸引，但係真正嘅友誼係一個難能可貴嘅財富嚟㗎，係值得我哋用心去經營同埋珍惜嘅。好啦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係有啲啟發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我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關於人際關係同埋自我成長嘅內容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